轩，我们都知道，现在台风已经要进逼到我们台湾了，大家都说要准备做好防台的事情，但没有想到，现在极端气候之下，你看到这画面，在哪里？在印度，印度一个大雨下来，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只是一个大雨哦，一场好雨哦。他们现在的庄园，他们现在的家里，整个都被冲烂了。印度下来呢，有如遇到天神之怒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看到它是洪水所侵进的每个地方，它不是淹水的问题而已。比如说我们讲第一个画面，整个呢它冲过去之后，你会发现整个路面断、桥也断，就跟掏空一样，等于像是一只巨手直接把这个路呢给这样挖了起来。对，所以这个景象触目惊心。更你不要讨论说会不会现场呢还刚好有车辆行经，因为你如果仔细把那个镜头放大、再看，你会发现，在那个断桥的路面附近还有人站在那边观望。真的假的？胆子有够肥！你看，没看到旁边他们还在看。你的路都已经被冲刷成这个样子，你下一秒可能就不见了。对，因为你不知道说它会持续崩塌到什么，重力加速度非常可怕，甚至有路面断的地方呢，你从远光一直远远的地方呢，一直去看，正好就这个地方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很像什么？有这个烟雾，很像有这个水汽。不好意思，那个像瀑布一样的，对，原本就是路，等于是说水把路冲断之后呢，应声而下，因为呢地心引力的关系，就冲下来之后呢，仿佛是天然而存在的瀑布一样，有够可怕。甚至是呢，因为有很多人水这样淹来，没办法，原本这边都是陆地哦。对，各位好朋友，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印度好朋友，他努力的往上爬，跟瓜牛一样，就爬到上面，在那边吊着，险象环生。因为你知道吗？整个人困在上面，他等于说用钢索才有办法去把这个人给救了下来。那你想想看，这样子慢慢的这样移过来跟空中吊绳一样，这也太惊险了吧？对，等于说先往高处爬，才能办法把自己的性命得救。但也有车辆就这样开着，瞬间呢，因为雨我们这样蔓延上来，所以他直接被困在呢有如湖中的孤岛一样。你看整个人就在那边，然后呢，他进也不是金嘛无路，铁嘛无步，唔知人要去倒位，根本无法倒。但最可怕的就是说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。每次呢，在这种大雨天灾的时候，大家不禁会向神明祈求。你看，我觉得因为印度神特别多嘛，各式各样的神，就呢连神也难以幸免，归根了，按你的炮就追来对。他的神庙是完全被冲毁嘞。对，然后你看到只剩下神明一尊那高大踩地下嘛，不知人是要安怎？因为我靠，放眼望去的连人也不在了。但是呢，如果从空拍的景象来发现因为每年6月到9月，事实上都是印度的雨季，但雨季呢也没有到这么夸张。所以整个村庄呢，来，你看到道路面全部都没有，全部都淹水淹得一塌糊涂。而且呢，其中当然有多少的人命甚至财产呢因此而上升，你也不知道，因为还有汽车你不要讲人了，汽车本来停在路边，人去避难，就汽车就这样轰一个直接冲到渠道里面，冲到沟渠里面，冲到水沟里面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今年的程度确实是比过往还要严重。但更可怕的呢，反而不是水灾当下，而是明天过后。也就是当这些水灾已经冲刷过后之后，印度人该要怎么样面对这样善后？传染病出现了，比如说疟疾，在台湾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病，但是呢，在他们因为刚好洪水冲刷过之后，导致他们的疟疾呢开始大量的在传递，而你就会看到一个景象，就是明明才刚淹完水，但他不是急着要救水灾，不是要急着善后，反而是就这个烟雾弥漫，在干嘛？在喷洒这些相关防治的病的，我们讲的药。所以我们说中国有驱弓病，结果现在大雨过后，现在连印度都驱弓病了。对，所以代表驱弓病这跟环境它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。因为印度除了疟疾之外，他们也是到处去喷这个驱弓病的药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洪水淹过之后呢，等于说造成它这个疾病传染呢可能非常迅速，病蚊虫呢会滋生的非常的厉害。因为特别是潮湿的环境，但是更可怕的什么呢？印度有一个特有的。这叫什么？食脑虫。印度有食脑虫。对，这个食脑虫呢，你只要丢掉它的死亡几率高达97%，而剩下的3%呢，也不会有太好下场，因为等于是这个感染寄生呢又很脏嘛，他们那个水有的没的，可能喝进去之后呢，它就开始侵蚀到你的脑部。那在脑部呢寄生之后，开始吃你的脑组织，开始在吃。那一开始其实没什么大不了，一开始只会有点像头晕。也不是头痛就头公公那很像高血压，感觉没有很严重。可等到最后面呢，发高烧的时候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你的脑袋已经完全被侵蚀了，所以1个礼拜之内，可能人就会这样，因此而就没了。而且当气温越高的地方，每上升1度这种阿米巴原虫各位仔细听清楚，它就更容易繁殖扩散。所以这个情况下，等于说现在印度呢变成是一个疾病的大温床。
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，全新出击。